边的风从来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，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载体。当那带着咸味的空气缓缓流动，轻轻拂过脸庞与发梢时，人会不自觉地放慢呼吸，仿佛所有紧绷的神经都被悄然松开。在《亲爱的客栈》中，谭松韵的出场正是如此，没有刻意营造的惊艳瞬间，也没有浓烈的情绪铺陈，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进入方式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。他走进客栈的那一刻，眼神中带着好奇与期待，还有一丝微妙的不安，这种复杂而真实的情绪让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。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明星，而更像是一个普通人，第一次来到一个陌生却温暖的地方。这样的去光环化反而让他更具吸引力。这种初见的温柔不只是视觉上的舒适，更是一种情绪上的铺垫。观众在这一刻已经开始隐隐期待，接下来他会如何与这个空间产生联系？他又会在这里经历怎样的内心变化？这种不张扬却极具张力的开场，正是节目最抓人的地方。在当代社会，快几乎成为一种默认的生活方式。我们习惯用效率衡量一切，用速度定义价值，却很少思考这样的生活是否真的让人感到满足。而在客栈中，谭松韵的节奏恰恰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。他做事不急不躁，整理房间时专注细致，准备食物时安静认真，与人交流时也始终保持温和与耐心。他没有刻意表现，却在不经意间展现出一种难得的从容。这种从容并不是天生的，而更像是一种选择，选择不被外界节奏裹挟，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生活。这种慢其实是一种深层的自我掌控。当一个人能够真正慢下来，他就不再只是机械地完成任务，而是开始感受过程本身的意义。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也会被这种节奏感染，逐渐从焦虑的状态中抽离出来。或许我们无法立刻改变现实的节奏，但至少可以在内心为自己保留这样一份慢的空间。在这个越来越强调个体的时代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在无形中被拉大，很多关系变得功能化、表面化，而真正的情感连接却显得稀缺。而《亲爱的客栈》中最动人的部分，正是这种真实而自然的人际互动。谭松韵在与他人相处时，没有刻意迎合，也没有刻意表现，他只是用最本真的方式去回应每一个人。一个简单的眼神交流，一句轻声的关心，甚至是一起完成一件小事的默契，都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温度。这种温度并不是通过戏剧性的冲突来呈现的，而是在日常的细节中慢慢积累。观众在观看时会不自觉地被这些细微的互动打动，因为这些场景正是我们生活中最容易被忽略却最真实存在的部分。也许我们无法每天都拥有这样的环境，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启示，真正重要的关系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是否真诚。治愈这个词在当下被频繁提及，但真正的治愈往往不是外在给予的，而是内心逐渐恢复的过程。谭松韵在节目中的状态正好体现了这种内在的转变。他并没有刻意去制造情绪高潮，也没有通过强烈的表达来吸引注意，而是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呈现出一种稳定而柔和的情绪状态。这种状态让人感到安心。当他独自坐在海边发呆，或是静静完成一项简单的工作时，那种安静的氛围会不自觉地感染屏幕前的观众，仿佛在那一刻，所有的喧嚣都被隔绝，只剩下内心的声音。这种治愈并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帮助人重新整理情绪，以更平和的方式面对生活。它不像激烈的情绪那样短暂，而是一种可以持续发酵的力量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个人的状态。我们常常把幸福想象得过于复杂，仿佛必须达到某种标准才能真正感到满足。但在客栈中，谭松韵所体验到的幸福却完全不同。一顿简单的饭菜，一次轻松的闲聊，一阵恰到好处的海风，这些看似普通的瞬间，却在他的体验中变得格外珍贵。他会因为一件小事露出满足的笑容，也会因为一段轻松的交流而感到愉悦。这种对细节的敏感，让人重新思考幸福的定义。
也许幸福并不需要被放大，它本来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，只是我们太习惯忽略。当观众看到这些画面时，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的生活，那些被忽视的小瞬间，其实同样值得珍惜。这种情绪的共鸣，让节目不仅仅是观看体验，更成为一种自我反思的契机。在高度包装的娱乐环境中，真实反而成为一种稀缺资源。很多人习惯展示最完美的一面，却忽略了不完美本身也是一种魅力。而谭松韵在节目中的表现，正好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。她会感到疲惫，也会偶尔分心，甚至会在一些细节上出现小失误。但她并没有刻意掩饰这些状态，而是坦然地面对。这种自然的呈现，让她显得更加立体，也更加可信。观众在这样的表达中，会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力量，原来不完美也是可以被接受的。甚至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有温度。这种去滤镜的状态，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，也让整个节目显得更加真实可信。现代生活中，我们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很多时候甚至忘记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治愈力量。而在客栈的环境中，自然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海浪的声音有节奏的起伏，风在空气中缓缓流动，阳光随着时间不断变化，这些元素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。而谭松韵在其中的状态是放松且融入的，她没有刻意去表现与自然的互动，却在不经意间与环境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。她站在海边的身影显得安静而坚定，仿佛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。这种人与自然的连接，让人重新意识到，当我们远离喧嚣，回归简单时，内心也会变得更加清晰。这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。节目总有结束的一刻，但真正留下的是那些无法被轻易消散的情绪。谭松韵在《亲爱的客栈》中的这段经历，更像是一段缓慢展开的旅程，而不是一个有明确终点的故事。他在这里的每一个细节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的感受。从最初的陌生，到逐渐适应，再到最后的融入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。当观众离开节目，回到现实生活时，也许依然面对压力与忙碌，但内心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那种对慢生活的向往，对真实情感的渴望，以及对简单幸福的重新认识，都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影响。这正是节目最大的价值所在，它不仅提供了一段观看体验，更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种持续的回响，让人愿意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。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温柔、真实又治愈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分享，并星号订阅频道，星号支持我们持续创作。同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心中最向往的生活方式，让我们一起交流与发现更多美好。